正当全球加速接种疫苗对抗新冠肺炎之际，新的变异病毒也持续在为全球抗疫带来新的风险。当前更具传染性的德尔塔毒株已肆虐全球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让大众意识到建立免疫屏障迫在眉睫。不过，部分西方国家仍屡屡借疫情搞政治操弄，无视本国民众身体健康，还试图把锅甩给中国。24名国际知名医学专家日前在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联合声明，驳斥美国一些政客推动新冠病毒实验室泄露论。当地时间周三，世卫组织证实，全球因新冠肺炎病亡的人数已突破400万。Compounded by fast-moving variants and shocking inequity in vaccination, far too many countries in every region of the world are seeing sharp spikes in cases and hospitalization. The world is at perilous point in this pandemic. We have just passed the tragic milestone of 4 million recorded COVID-19 deaths, which likely underestimates the overall toll. 世卫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在194个世卫组织成员中，德尔塔变异毒株已经在104个国家和地区传播。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麦克瑞安敦促各国在解除防疫限制时应高度谨慎。This is an increasing curve. Making assumptions that transmission will not increase because we're opening up because of vaccine is a false assumption. This virus is evolving. This virus is changing. And we need to be very, very careful at this moment so that the gains that have been hard won by the behaviours and action of our population are sustained. 德尔塔变异株正成为美国主要的流行毒株。随着当地各个社区放松疫情限制举措，德尔塔毒株正迅速在全美扩散。截至上周六，已占美国新冠感染病例的51.7%。欧洲多国的新冠疫情也持续反弹。继试图达成群体免疫的佛系防疫未果后，英国首相约翰逊周一宣布，将于本月19号全面解封英格兰地区。然而，周三，英国单日新增确诊人数再创自今年1月23日以来的新高，达3.2万人。约翰逊当天在议会为解封计划辩护称，放宽限制是平衡性政策。对此，反对党工党领袖斯塔默直斥约翰逊无视疫情反弹，任由德尔塔变异株在英国扩散。The Health Secretary told the House yesterday that under the government's plan, infections could go as high as 100,000 a day. We know that the link between infection rates and deaths has been weakened, but it hasn't been broken. Let's be clear why infection rates are so high. Because the Prime Minister let the Delta, or we can call it the Johnson variant, into the country. 俄罗斯的新增确诊和病亡数近期也屡屡创下新高。俄疫情防控专家表示，由于德尔塔变异株的急速传播，加上疫苗接种滞后和防控松懈等原因，第3波疫情来势如此凶猛，是俄有关部门未曾预料到的。目前只有提高疫苗接种速度、加强个人预防和取消大规模聚集活动等措施来缓解严重的疫情。韩国、日本等同样加强防疫措施，防范德尔塔毒株的快速扩散。日本首相菅义伟周四宣布，东京地区将于下周一进入紧急状态，紧急状态将持续到8月22日。这是东京都将第4次进入紧急状态，同时也意味着整个东京奥运会都可能在紧急事态宣言下进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当天抵达日本，日媒透露，日本政府、东京都、东京奥组委、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举行5方磋商，将敲定东京奥运会在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县、埼玉县的赛事，原则上以无观众的空场形式举办。而在过去的24小时中，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创下历史新高，缅甸和越南的感染人数也激增。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愿在确保防疫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构建健康、安全、有序的中外人员往来秩序。我们注意到了相关的报道，当前全球疫情仍在蔓延。中方会继续根据全球疫情形势的发展，本着对本国和外国公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任的态度，以科学、专业的精神，统筹确定疫情防控措施。
但就在全球疫情因变异病毒而再度升温的同时，美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和媒体却在病毒溯源问题上始终将矛头对准中国，叫嚣所谓实验室泄露论，却始终对本国疑云密布的病毒起源问题避而不谈，视而不见。汪文斌周三指出，美方在新冠溯源上搞政治操弄，越来越露骨。从抹黑中国抗疫成就，到鼓吹中国实验室泄露论，从诋毁世卫组织联合专家组权威报告，到打压秉持客观立场的科学工作者和专家，从动用情报部门介入溯源，到推动开展把中国排除在外的所谓独立调查，这些人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借此把自身抗疫失败的责任转嫁到中国身上。最新一期的德国《明镜周刊》以长篇专题报道的形式回顾了实验室说和动物到人说1年多以来的交锋，并指出这一科学辩论从一开始就无法摆脱政治的干扰。24名国际知名医学专家周一也在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联合声明，驳斥美国一些政客推动新冠病毒实验室泄露论，强调目前没有科学证据支持实验室泄露论。最近的同行评审结果强烈表明，该病毒是在自然界进化的。科学家们警告说，分裂性言论只会阻碍进一步的溯源调查。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科学家也是该杂志2020年2月发表的一篇文章的联合署名者。他们在声明中谴责了暗示新冠病毒并非源自自然界的阴谋论。这些科学家说，是时候降低这种说法的热度，并点亮科学调查之光了。另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多尔蒂在内的科学家们在近期的一篇论文中写道，可追溯到中国武汉市场的早期新冠病例与17年前 SARS 的最初传播如出一辙。该论文得出结论，动物传染是新冠疫情起源最有可能的解释。